80。这一杆打得非常的漂亮，林阳成功的把红球给打了。 96。105。漂亮啊！这局看来他不仅仅是想赢，而且是想拿满分的样子。子泰，去年的时候，我在赫尔和林一阳打过。
家要知道，在整个斯诺克的历史上，腰子是应该只有进行很多次，而且每一次呢都会被国际排人记录在案。那我们也要恭喜林毅，恭喜他！恭喜！老师说你打得很不错。老师呢？还在等你。怕了？不敢出现？我说话可能不好听啊，你别介意啊。你老师都70多岁了，如果非要等到有成绩了再回去，你就不怕来不及见一面吗？走吧。来了。小六儿，哎呀，小六儿，小六儿，小六儿，长这么高了，哎，小六儿，多少年没看见你了。手也长了，我都握不住了。这外面天阴着，您还来看比赛啊？万一下雨了多不方便。等下回，等我下一场比赛的时候，我会提前给您电话。在不在家看？哎，在家看好。老师，我收拾一下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回家，回家，啊，回家。好，现场的各位观众以及正在线上关注本场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决赛现场。那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正在进入我们现场的中国选手林毅阳。深呼吸，安静，这一刻铭心静听，背后整个宇宙都在窃窃私语，纷纷为我加油，我要赢。沉住这清醒，这一场举重若轻，是每个眼神都是梦在世，短短一句加油，你能行，你能行。或许我生命里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刻。小的一颗流星预留的夜空，终于迎来了心动。看着你的目光，心的情缘被点亮。未来的我，生命里每一天都会延续这一刻。一个
想你了。新娘不断了，刚不错，不错啊。是吗？不错。我都没得到消息呢。你没看手机呢吧？一打开全是消息，你看，全是。冠军，怎么一个人做人？累。不和女朋友打个电话？他们今天下午动员大会。一个呢是冠军，一个是新人王，即将奔赴夺冠的战场。你俩真是天生一对啊！我没想到你真能拿下这一站冠军，你是最棒的，真的和做梦一样，哭傻了。让我缓缓。六叔，六叔，恭喜啊，顿挫。帮我带回去。那年，他第一次拿下全国冠军，13岁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弯下看台，脱掉西装马甲，穿着衬衫和不合身的裤子，咻，从他赢了的赛场中间穿过去。我这小师弟啊，终于回来了，彻底回来了。你男人牛了，刷屏了。怎么戴上帽子了？傻了？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你去比赛，顺便去趟球房，然后办点手续。快坐下，快坐下，你别被人看见了。快点！干什么？我们这趟航班有好多同行都是去参加99公开赛的，你今天刚赢了比赛，正刷屏呢，那被人看起来多不好。快带上！快点儿！对了，我妈今天跟我说，贺老给她打过好几个叙旧的电话，都是在说你的。我老师上次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特别高兴，说等有时间了，一定带你去家里。去你老师家里啊？对，去外面的话也不方便，年纪大了不好走动。不是，我不是想去外面，我就是，你知道我从10岁开始练球，就听身边的人提你老师，我就是没想到，有一天我真的能见到他。你是他嫡系投监的女朋友，见面应该应付。你话虽然这么说，但你知道吗？我认识你之前啊，一直觉得贺老的徒弟都是叔叔啊、伯伯那一辈的，就连最小的江阳也比我哥大6岁。没想到有你这么个漏网之鱼。我辈分确实大，不过你不用叫叔，叫哥就可以。大鱼伴郎，你教练来了。家属随队啊。哦，他说去陪我比赛，顺便去见见老朋友。可以啊，刚拿下世界冠军，全网都在狂欢的时候，人家直接来随队了。哎，他们没有庆功宴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俩认识的时候，算是女强男弱吧？怎么看上他的？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潜力股了。可能
真是看上脸了吧？坐这儿。刘胜啊，啊，去吧。走吧。别打东西啊！哦，算了。我去那个男人。下次就不用特地来打招呼了。那怎么行？咱们东新城讲究的就是尊师重道，前辈为先。走啊，你们去吧，我一会儿。不一起吗？你嫂子脸皮薄，怕被人看见。我一个人走，走随后。行，走啊，去。啊，你好，搜索人。那我等一下。哎，林瑶的前任本人真帅，绝不是修图修出来的啊，真的吗？那我想跟他合照，行吗？我觉得签名应该没问题，但合照去。我刚问他，他摇头说抱歉。我估计啊，不想合照。啊，好可惜啊。洗手间有人吗？啊。我听空姐聊你了。哎呀，听说你不喜欢合照呀？那签个名吧，就在这儿吧。可以吗？才能亲你了。都忘上厕所了。你好，需要喝点什么？不需要。这位女士，你要喝点什么？我说一下啊，跟着订了酒店的，一会儿跟我走啊，自己在这儿有地方住的啊，计划有2天的休息时间，2天后我们集合，现在解散，啊，走吧，注意安全啊！走吧走吧。一会儿让我找你，咱们一起走。哦，好。好，在路边，好了。你不是要采访吗？跟他们说了是4位警察，这不采访。
走吧，回家。没变，谁的房间就是谁的房间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小天还把拖鞋给赶上了。天天，我们回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在马上家。妹妹，你是那间痔疮。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人心头痛。去吧。快去。你的房间也收拾出来了，人碰不到。又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走吧。这个就你一会儿帮我看一下论文，然后我马上就走了。没问题。你没有看到我吗？嗨，姐。你走去哪儿？回国啊，咱哥召唤我。你回国？怎么这么突然回国？回去干嘛？你别管了，反正就是有事儿嘛。你要是着急走的话，把论文发我邮箱吧，我空了帮你慢慢看。全天下最好的姐夫，哎呀，你要跟我姐姐改话，我第一个答应。加油夺冠，曹一段，贼拉。我哥怎么突然叫他回国啊？这不得耽误他学业啊？他这2周没课。他跟你说的？哎，天天啊，你回国多去看看外婆，她可想你了。啊，知道了。拜拜。看好你的东西。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你弟最近什么都跟我讲。啊，他倒是什么都不跟我讲了，我倒是成外人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的，一会儿去趟超市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好像没什么特别想吃，你看着买就行。好。小天自己在这住了1个月，应该不会太干净。我先洗一下，一会儿收拾一下浴室，然后你再洗。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，买起车来骚包的要命，可是包啊、衣服这些呢又节俭的要命，全都是我见过的。不讲究这些。去了。拍的还挺帅。好的，欢迎嘉宾来到了现场。那同时，本次发布会正式开始，下面是体育环节，有请。你有10几年的空窗期，不熟悉赛场，也不熟悉对手，那有没有活力不从心的时候呢？没有。请问你今年29，才刚起步，对自己的年龄会不会有些顾虑？没有。听说你当初是因为被禁赛才心灰意冷的退役，是真的吗？对于假球的传闻，经纪会澄清吗？为什么要在退役这么久之后才重新选择回归？是为了反击那些谣言，还是说不甘心在那样的传闻里面退役？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想。就算今天澄清100次，大家也会觉得这是公关粉饰之后的完美答案。我无法做到让每个人都相信我，在座的各位也一样。所以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留在过去。真假与公道，自在人心。运动员这条路很辛苦，如果只是靠不甘、反击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消极情绪无法支撑一个人撑过所有的苦难，只有热爱可以让人走到最后。今天我回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属于林逸阳的路还没有走完，这条路才是我的，也必须由我自己来走。感谢现场的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也感谢林逸阳今天精彩的比赛，还有赛后的采访。这里啊，这里
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作为一个明星选手，不只要管理自己的公众形象，感情问题也会曝光在大众面前，这让许多的明星选手也很困扰啊。在你回国之前呢，张扬和孟小冬这已经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选手了，他们两个至今没有女朋友，也总在网上被人讨论。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在这次回归之后，和他们一样，成为业内最受欢迎的黄金单身汉呢？或者说你有压力啊，将自己未来的感情曝光在大众面前？对啊，我不透露一下。对啊，我们都想知道，透露一下吧。江阳和孟小冬有没有女朋友？我确实不清楚。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啊，粉丝们也想知道。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看得高兴吗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没洗澡呢，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臭死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已经洗完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洗个澡，很快。手机不要用。不要。床单被赵都换了，累了躺一会儿，我先给小天看论文。你刚来就帮他看论文，休息一会儿嘛。不是讲论文吗？别看了。今天怎么回事？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亲你了。你还记得你生日的时候，我去你球房找你吗？记得。Welcome， 嫂子，快去！好呀，嫂子来了。嫂子来了。哎，没事，我可以。嫂子，哎，嫂子从哪来的？新加坡，我刚比完赛。那么远的。哎，那你快坐。我不会打扰你们训练吧？没有。杨妹说想让人回站接你。我是过来给他过生日嘛，想给他惊喜。哥，快打电话。这给我。哦，我刚给他打过电话，谢谢。来，嫂子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训练啊？没有，我们杨哥。